此时的哈米德还没看到叶晨，他搂着2个女人，嘴里还叼着一根雪茄，整个人十分愉悦，简直是春风得意。叶晨面前的一家3口倒是很诧异，不知道叶晨怎么会认识一个中东人，而且看起来还颇有土豪的感觉。马兰性子急，就直接问他：好女婿，你咋会认识中东土豪的，还娶2个老婆，一起带出来，这人也太得瑟了吧。叶晨微笑道：你也说了，这是他们的习俗，法律允许的。说完才解释道：这位朋友是我一个客户，之前洪武不是让我去西北边疆给一个大型煤矿看过风水吗？那个煤矿就有这位中东土豪的投资。肖长坤和马兰都是恍然大悟，中东土豪在西北边疆投资开矿，好像也理所当然，更何况那里距离中东也更近一些。倒是肖初然低着头一言不发，他知道叶晨又在撒谎，而且之前叶晨说过的所有关于看风水的事情，现在看来应该都是撒谎。他心中无奈又感伤，一时还有些心酸。叶晨以为自己的解释没什么问题，而他之所以先说了哈米德是自己的朋友，就是担心万一哈米德看到自己，主动跟自己打招呼，搞不好反而露馅。于是他便对3人说：你们先坐，我去跟他打个招呼。说罢，他立刻站起身来，迎着哈米德就走了过去。叶晨知道哈米德出来度假，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毕竟这是军阀，而且还是反对派军阀，他不可能这么没有脑子。于是他故意没有说出哈米德的名字，而是笑着向他招手：嘿，老哥。哈米德忽然听见有人用中文跟自己打招呼，先是心下一紧，还以为自己隐藏身份出来放松度假被人认出来了，再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叶晨，便立刻瞪大眼睛，一脸激动：哎呀，叶老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叶晨迎上前去，笑着说：我跟老婆还有我的岳父岳母一起出来度假，你呢？哈米德赶紧松开身边2个女人，笑着说：我的2位夫人一前一后都怀了孕，我带他们过来也是想度个假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个地方除了山就是沙漠，环境太差了。说完，哈米德低声用阿拉伯语在2个女人耳边低语几句，让他们先找座位坐下，自己则亲切地揽着叶晨，激动地说：走走走，叶老弟，咱们出去说，出去说。2人来到餐厅外的海滩上，四下无人，哈米德才惊喜地抱了抱叶晨，兴奋地说：好老弟，咱俩就是有缘，在这里都能遇见。叶晨笑道：老哥，你这2个老婆什么时候娶的啊？怎么没听你说？哈米德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哎呀，之前的老婆打着打着仗跑了吗？觉得跟着我太危险，后来我也就一直没顾上再娶。后来托老弟你的福，逐渐安顿下来了，也稳定下来了，就娶了2个老婆。婚礼本来是想邀请你的，但是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一趟也不容易，再加上前段时间局面动荡的厉害，就没好意思叨扰你。叶晨点点头说：反对派已经组建政权，算是全面胜利了，你那边现在局面怎么样？哈米德笑道：我好得很呀，他们攻占首都之后跟我谈过一次，我不太想被他们收编，想着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就守住我这1亩3分地，他们也尊重我的意思，大家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，所以我才有心情讨老婆，顺便带老婆出来旅旅游，度度假。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，说实话我早就快受不了。叶晨又问：那万隆店怎么说？他们现在还承认万隆店和前政府达成的租地协议吗？承认。哈米德笑道：他们哪敢得罪万隆店，所以跟万店主承诺过，一切条件不变，也一样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叶晨神色有些凝重地说：万隆店没什么太大好担心的，毕竟他们是佣兵组织，不会觊觎反对派的政权，大家确实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。倒是老哥你拒绝了他们收编，以前的政府又光速投降，现在他们没了敌人，你就成了他们眼里的敌人了。不会的，哈米德自信地说，
我跟他们的首领关系很好，大家都是过命的交情，只是后来各自想法不太一样，他的野心大，我的野心小，兄弟之间也能够互相理解。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政权，不会在意我那一点点地盘。叶晨摇摇头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华夏有句古话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你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，算得上是拥兵自重。以前有外敌的时候，你是盟友，可以分担压力，分担火力。现在没了外敌，你不就是敌人了？哈米德皱眉，沉默片刻，随即爽朗地摆摆手。好老弟，不用担心，我不怕他们搞事情。当然，这还是托你的福啊，老弟。我的基地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永备工事。你说的广积粮，缓称王，我是一刻也不敢忘记。现在反斜面的坑道里，装满了粮食、弹药和药品，守个3-5年都不怕。他们要是真想打，那就尽管试试看，保准让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叶晨无奈地笑了笑，老哥，局面不同了，战略上自然也不同了。以前你是多个反对派之一，政府军打你不下，还可以找别的软柿子捏一捏，没必要跟你死磕。说罢，叶晨话锋一转，严肃道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现在是反对派眼里唯一的不确定因素，真要打你，那他们就能集中全力打你一个。别的不说，他们兵力比你多，也没有其他战士需要分兵，派遣一部分兵力把你围起来，你怎么办？这个，哈米德有些紧张地问，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来攻打我吗？叶晨道，如果他们直接攻打，就算正面攻不下来，也可以不停地用远程火力骚扰你，到时候你的人就得成年累月的躲在反斜面的工事里听炮响，你的兵也没什么钢铁意志，用不了几个月就崩溃了。但如果他们围而不打，断掉你所有的外部物资，几年之后不费一兵一卒，你自己就会弹尽粮绝，举手投降。如果你主动反击，以你的兵力就是以卵击石，而且一旦你放弃你的攻势打出去，那你就会失去最大的优势，到时候必输无疑。